这支好不好？看了就知道。嗨，我是阿鲁。最近有日本人疯狂来台湾带一堆白糖白粉回去，造成轰动，连日本苹果糖职人都为了他不惜跨海抢购这批白粉欸。不过我以前是跟他相反的，我都是去日本搬糖回来的。为什么他不用日本糖？对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按下订阅，拜托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要冲1万。台湾糖的原料啊，其实是甘蔗啦。那日本的话呢，就比较特别哈，像北海道那个地方，他们有甜菜糖；北海道以外的地方，本州啊、四国、九州等等的，就是用甘蔗，跟台湾是很像的。做出来的糖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啦。在日本的这个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会是三温糖跟上白糖这两种。上白糖啊，大家如果有用过的话，你会发现，这糖第一个蛮贵的哈，第二个买回去打开，你会发现它好像比较湿润一点，光泽感跟台湾的特砂或者是二砂都不一样哦。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那个转化糖的coating 啦，那这个 coating 会让它有一点那个吸水性、保水性比较好，所以它要看起来亮亮的。上白糖吃起来甜度比较直接，但是它尾韵比较悠长一点。我们的这个特砂啊，吃起来就是直接给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个甜味比较有刺激感，有一个入口，一个 peak， 一个高峰再缓下来这样。再来是日本的糖啊，它另外一个品项叫做三温糖。这个三温糖在传统的做法是这样，就是你把这个做完糖的这个糖蜜呢，最好的精华取出来之后呢，剩下的糖蜜他们会去再做一次结晶。第二次结晶的时候呢，会再经过3次的加热，所以叫三温嘛。所以呢，它会比较容易带一点焦糖感，甜味呢也比较温润。可是它的甜味比较温润，并不是因为那一层转化糖关系，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纯度比较低的糖啊。厨房会说风味比较多的糖。像这样的糖呢，就是日本比较常看到的。他们如果希望这个甜味温润一点的话，不要让你觉得有那种很明显的台南甜，他就会用三温糖来做。这两种糖其实在做苹果糖的时候，说真的就比较不适合啦。主要是因为苹果糖它很需要表面外面是一层脆壳，对不对？不管是三温糖或者是上白糖，里面的纯度都不够，所以呢，一个有转化糖，一个里面本来就是用2次糖蜜来做的，所以它在形成脆壳的状态就比较不稳定，容易含水啊，就会看起来会比较有一点那个湿润感，湿湿滑滑的感觉，就不是我们要那个玻璃一般脆壳的感觉这样子。讲做糖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区分2个概念，一个是所谓的精炼工厂这个东西，再来是所谓的制糖工厂这个东西。那这2个东西做出来的糖的差异是还蛮大的，这件事情大家先记一下，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历史，就会知道这个差异在哪。日据时代的时候，其实台湾是以浊水溪为界啊，就是有所谓的北米南糖这样的概念，米糖相争的那些历史故事大概就是讲这个时候。浊水溪以南基本是以台南作为一个重镇，所以人家说全糖市，这是历史上是有原因的啦。台南为核心，那时候有所谓的4大糖厂，在日据时代应该说糖社啦，因为日本都是商社嘛。这4大呢，其实夯不啷当加起来会有42个糖厂在运作当中，相对来说就是非常密集而且有效率的在整个台湾都在做糖。然后这个糖呢，就是外销去赚外汇这样的存在。在日据时代之后呢，遗留下来给国民政府接收的，就是变成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啦。一个是很绵密的这个运输系统，糖厂它都已经把铁路都盖好了，深入乡间去把甘蔗运回来，在糖厂之间或糖厂里面也都有5分车的这个系统在运作。再来就是它有大量的甘蔗田的土地，就已经在支撑这个制糖产业。那时候有12万公顷的土地在种甘蔗，就是为了做糖这样。还有就是成熟技术，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反正日本人做事就是这么盯紧。在战后整并这个糖厂，就从原本这40多座变成20多座的糖厂。这20多座的糖厂在1950年代的时候碰到了韩战爆发，这件事情就是很关键。韩战爆发的状态下，全球的物资都急剧短缺，糖也是战略物资，然后短缺再加上古巴又减产，古巴减产之后呢，我们台糖看到机会之后就全力扩充产能，扩充之后不得了了，变成台湾最重要的或者是唯一的这个外汇的收入来源。台湾曾经有一阵子是全世界第2的制糖的产糖的国家，仅次于古巴。从这样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台糖是比现在的台积电还厉害的。大概到我出生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制糖这件事情的成本就急剧上升，20几个糖厂就开始逐渐转型。那现在唯一在做糖的呢，现在只有3个，一个是小港这边，然后再来就是虎尾，再来就是上化。刚刚也不是有提到这个精炼工厂跟制糖工厂吗？虎尾跟上化就是所谓的制糖工厂，而精炼工厂呢就是小港这边。制糖工厂它就是指说从这个甘蔗开始做，精炼工厂就是指进口这些原料糖，再经
经过精制变成糖这件事情啦，特砂啦或者是细砂，那这个就是小港的精炼工厂去做的。那台湾的二砂呢，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善化跟虎尾这边做出来的，当然还是有一些不是台糖做的就是进口糖的部分，那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面这样子。可是我听到现在台糖的糖其实是进口的。对也不对啊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吗？制糖工厂跟精炼工厂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嘛。那一旦是精炼工厂的话，它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原料糖再去做精致加工嘛特砂跟白砂就是这样子方式去做的。那小港这边的确就是从进口的原料糖再去做精致啦。我那时候其实对这件事情是蛮好奇，打去台糖这边的技术部门研究部门去询问一些现象我跟他讲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进这个原料糖直接做二砂呢？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台湾的甘蔗来做二砂，不能用台湾的甘蔗去做这个白糖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最重要是成本考量，第二个是其实糖真的是战略物资，所以我们台湾每年都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是真正用台湾的甘蔗去做糖。我记得好像我们必须要维持台湾的糖的用量的安全库存，好像是3个月还是5个月，我有点忘记了。总的来说就是虎尾糖厂呢跟善化糖厂就承袭了这样的目标呢，我们在每年的12月到4月都会做糖。然后这12月到4月的时间，我其实是有去虎尾好几次，那个感觉真的是超幸福的。你知道整个虎尾你就算是离这个糖厂超远你甚至只看到远远一点点糖厂的这个小小的烟囱你就已经闻到空气中有那个糖水的味道，煮甘蔗汁带了一点那个焦糖香，空气里面都是你都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幸福，有点像迪士尼的那种感觉，就一切都觉得这太不真实了这样子。在虎尾这个地方，他们用台湾的甘蔗去做糖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个就是已经开始申请了那个绿电的认证，然后有很多再生能源，比如说他们把这些甘蔗渣在经过加工之后会拿去锅炉里面烧，就可以变成他们在煮糖的能源，或者是拿去发电。他们使用的设备跟器材虽然都是很早期的，可是经过他们工程师的维修，其实是做到一个还蛮不错，是有符合国家认证的在制糖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在做二砂的时候，它必须要先把甘蔗汁它先把它煮沸，煮沸之后要把它沉淀，沉淀完之后呢，它会取上面的澄清液，接下来开始做蒸发，它会做一个比较像是多效蒸发罐，它你就想是一个批次的，就是那个热不浪费你这个热的蒸汽通过第一罐之后，还是蒸汽还是有前热嘛，它就跑去第2罐，跑去第3罐，跑去第4罐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多效串联的这个蒸发罐。蒸发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甘蔗汁越来越浓，越来越浓，越来越浓，然后它开始有点勾之后，这个浓度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做垂度啦，大概在60垂度的时候呢，他就说这可以了，他就会加入精种。这个精种呢其实是很细很细的糖粉台糖的人管这个叫糖泥，然后把这个很细的糖的精种，就是很细的糖粉把它丢下去之后呢，里面是过饱和的溶液，它就开始结晶，然后结晶到时间算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它就开始甩它，把多余的糖蜜把它甩掉之后，里面就会做出二砂。第一次做出来的呢，这个叫做 A 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第2次拿去做，第2次甩出来其实还是有糖这个甩出来拿去做的就会变成 B 蜜，然后接下来还会再做一次，做出来就会做出一个只有在虎尾糖厂内部才会出现的一个暂时性的产物，叫做3号砂糖，3砂啦你有听过2砂但没有听过3砂而这个3砂很特别我有看过那个照片，它带一点点很漂亮的绿色，白甘蔗的那个皮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绿绿的。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做法就是使用做完糖的糖蜜再去做一次糖，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听起来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3温糖做法很像？所以其实没错就是日本3温糖传统的做法跟台糖我们现在做糖的时候在做的那个东西某一个阶段是很像，就是所谓的3砂是蛮像的不过呢，虎尾糖厂后来在自我的这个产品开发一直在往前进步的过程当中，是有做出一个叫做所谓的台湾3温糖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特别。至于什么特别呢，我们晚点再说。所以回到刚刚的主题，这个老板用台湾糖做苹果糖用起来有什么差别呢？我觉得其实应该差别会很大啦，不管是这个上白或者是3温，其实它的浓度都偏低嘛，所以挂上去的效果都不会很晶莹剔透很漂亮。那如果要脆的话，真的就是要用我们台湾的特砂细砂这块的存在。可是说真的啦我觉得这个老板就是没有去虎尾糖厂，没有去善化糖厂走走如果他有去那边的话，他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个更多厉害的东西。这就是我下一个想问的
如果可以推荐它的话，你觉得台湾的哪些糖是可以推荐给老板试试看的？我觉得如果是做这个苹果糖的话，它的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想要了解我们台湾糖的厉害之处的话，有所谓的这个台湾三温糖这支产品，大家是可以试看看啊。台湾三温糖呢，它很特别哦，它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做法都不一样哦。它是使用 A 蜜，第一道甘蔗汁那样的也存在啦哈。一开始最浓的糖蜜去结晶的时候，结出来的二砂，它把它拿出来，但它取的是很细的哦，就是不像二砂那么粗，它结出来的那个台湾三温糖是很绵密的那种，有点比糖粉再粗一点这样而已。然后它出来之后呢，为了让它的这个香气更强，它再喷一层甘蔗汁。这么细的糖再喷甘蔗汁会怎样？它会融化又回到一个很浓的甘蔗汁那样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台糖在做这支产品的时候，其实那个制程是 tune 了好一阵子啦。不过好在后来就是已经有找到那个美感，所以就顺利的产出。你也知道嘛，台糖本来就是一个老实做生意的公司，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做生意就不是那么强，只会把产品做好。所以这支产品好像高层是没有很打算继续卖啦。我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跑去 Momo 给他订了20包下来，我都怕他停产，知道吗？现在要订的话，要等他先出他的货，才能出你们的货。赶快买，赶快买！我题外问一下，所以如果日本糖的老板用这一支的话，不会有太湿的问题？日本糖老板做苹果糖是不能用这一支啊，但是我推荐他用这一支三温糖去做看看其他产品，它跟日本的三温糖做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哦，原来如此。如果老板有看的话。那我想要请你举例一下台湾糖适合做什么，日本糖又适合做什么呢？台湾糖做什么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是要拿来让它风味多一点的料理，比如说像我自己啊，做红烧肉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偷加一点黑糖啦齁，你也知道它最不纯嘛，所以我们的说法叫做它的风味最足嘛齁。第二个呢，如果你希望呢它的甜这件事情糖要用很多，所以你希望它的甜不要那么直接的话，现在我们当然台湾是买到海藻糖这种很不甜的糖，但是你也可以试看看直接使用日本糖，像上白或者是三温这种甜都是比较温润、比较韵比较悠长的齁，它都很适合拿来做甜点。但你如果希望是直接一下子可以炸开的那一种齁，比如说像苹果糖这种吃下去很脆，然后甜味会直接出来，接下来是苹果香味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台湾糖。就是没有所谓的适合跟不适合，而是这些糖我觉得家里你都先买个1包2包，然后你就交替使用，你慢慢会找出一个自己的逻辑跟配方啦齁。比如说像我自己啊，有一个最近很喜欢的吃法是我会去把馒头拿去炸，然后炸过的馒头呢或者是银丝卷呢就沾那个上白糖吃。沾台湾的糖粉我觉得还好，但是沾上白糖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卤肉的话，我自己觉得啦，用那个虎尾糖厂的二砂或者是虎尾糖厂那边的台湾三温糖来料理的效果是超级棒的。那如果你是台糖方，这个时候觉得可以做哪些行销或帮助呢？老王卖瓜一下，我觉得可以找一些优质的 YouTuber 创作者啊，可以去糖厂里面参访一下嘛。比如说我就很想吃那个3号糖的味道啊，正经 PK 一下我们的3号糖跟日本的三温糖吃起来有什么特色不同。我们不是说要比个高下嘛，当然还有啦，就是看那个新闻报道也有说，就是日本的这个苹果糖老板也打算在冬天的时候啊再来台湾一次，然后去拜访台糖的总部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做这一题啊，然后包含我自己打电话去骚扰台糖的这些研究员，或者是接电话让我转来转去的，这些态度也都很友善。就很好奇说，比如说像是台糖的研究所，有台糖研究所，真的假的？好想知道哦。台糖研究所应该是有很多有趣的研究题目啦，不管是做砂糖研究，或者是台糖现在有很多转型都在做关于生技相关的，应该都是非常有趣的，我是这样觉得。所以大家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奇妙的现象，想知道为什么的话，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请帮我们订阅、按赞，然后分享。我们很需要你的大量的关注、大量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在年底可以冲破1万的订阅。告诉我你喜欢像米那样稍微难一点的题目，或者是像糖这样稍微简单一点的题目，或者是有更多我其实没有想到但你真的很好奇的，下方留言，我每一则都会看，然后都会认真的回复你。告诉我你喜欢看什么，我来拍。让你的题目变成我的题目，你只要写出来，我就把它拍出来，好不好？不是啊，我们会先经过一下讨论。你知道你最近开了多少坑吗？拍一下，这些都好好玩哦。